第一课，新鲜农产品。杂货店里有一个专区。是的，它适用于水果和蔬菜。它们可以让它们保持更长的新鲜时间。我喜欢它们展示所有内容的方式。它使购物更加愉快。你经常在那里购物吗？我每周都尽量去。这里也一样，新鲜农产品至关重要。同意，这对我们来说更健康。第二课，赶火车。我能在这里搭上开往机场的火车吗？是的，你可以，就在那个车站。太棒了！他们多久跑一次？他们每30分钟来一次。完美。下一次是什么时候？让我们来看看日程安排。我希望我不要错过。你会成谢谢你功的，的帮助。只要按照标志行驶即可。第三课，国际风味。我同意。他们有多种选择。是的，看到真是太神奇了。哪些国际食材引起了你的注意？我注意到一些来自印度的香料。这些味道很棒。我想我会试试这些来做咖喱。听起来很好吃。还有其他计划吗？也许还有一些意大利草药。完美的选择。意大利菜一直很受欢迎。第四课，隐私问题。好吧，我想隐私可能是一个问题。是的，将所有东西都连接起来很棘手。没错。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认为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数据。这是真的。我们应该使用强密码。也许不要在网上分享太多。好主意。更少的共享意味着更多的隐私。我已经感觉好多了。让我们继续更频繁地讨论这个问题。第五课，共享经历。你的怎么样？也很不错，我很喜欢。我很高兴我们都成功了。是的，这是一次有趣的经历。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我喜欢这首音乐，很热闹。音乐确实定下了心情。绝对可以。你跳舞了吗？我做到了。很难抗拒。第六课，社交机会。这是我第2次参加这个会议，也是结识新朋友的好机会。是的，网络可能非常有价值，尤其是在我们的领域。建立联系可以打开许多大门。没错。我一直期待着交流想法和学习他人的经验。是的，令人着迷的是，不同的视角如何激发我们的工作新方法。绝对可以。此外，这是建立持久关系的机会，将来可以使我们受益。当然，我认为跟进我们在此认识的人很重要。我同意。一条简单的信息可以保持连接的活力，并表明我们重视他们的见解。是的，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与我们认识的有趣的人交换联系信息。好主意。我很高兴看到这些联系如何促进未来的合作。第7课，噪音投诉。对不起，我们旁边的房间里传来很多噪音，
这很分散注意力。是的，我也能听见。在所有这些骚动持续的情况下，很难集中精力。没错，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应该就此向管理层说点什么。这可能是个好主意。拥有一个宁静的环境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想放松或工作时。对，我希望他们能解决噪音问题，这样我们才能享受我们的住宿。是的，为了确保舒适的体验，传达我们的担忧至关重要。我认为值得提起，我们应该有一个安静的空间。绝对可以。让我们联系前台，看看他们能否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好计划，我宁愿不受干扰的在这里度过美好时光。第8课，探索自由。按照自己的节奏，自由探索是旅行中最棒的部分之一。绝对可以，它使您可以沉浸在新的体验中，而不会感到匆忙。是的，我喜欢能够漫步并发现旅游手册中可能没有的隐藏宝石。没错，花点时间可以带来一些最难忘的冒险经历。它还使您有机会与当地人互动，并了解他们的文化。是的，那些自发的时刻往往会变成最值得分享的故事。我完全同意，这一切都是为了拥抱旅程，享受每一刻。绝对可以，让我们达成协议，在下一次旅行中优先考虑探索。听起来棒极了，这是充满自由和探索的未来冒险之旅。第9课，圣诞节传统。每年圣诞节，他们都会为圣诞老人留下牛奶和饼干，这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传统。是的，这是让孩子们融入节日气氛并保持兴奋感的一种神奇方式。没错，对圣诞老人的到来的期待使圣诞节的早晨变得更加特别。确实如此，我记得醒得很早，很想看看圣诞老人是否喜欢这些零食。对，开场礼物的乐趣更是增添了庆祝活动的快感。是的，它是传统与刺激的完美融合，为家庭创造了持久的回忆。他还教会孩子们在参与为圣诞老人来访做准备时，感受捐赠的乐趣。绝对可以，那些小时刻变成了家庭世世代代分享的珍贵故事。如此简单的传统能够蕴含如此多的意义和温暖，真是太棒了。第10课，时尚配饰。我喜欢一条时尚的腰带如何为我的服装锦上添花，小配饰能提升整体外观，真是太神奇了。绝对可以，一条好的腰带不仅能增添时尚感，还能定义你的轮廓，让你看起来光彩照人。没错，它可以将一件简单的服装变成时尚又可搭配的东西。而且它也用途广泛，您可以根据场合将其打扮成正装或休闲装。对，精心挑选的腰带，即使是最基本的衣服，也能让人感到特别。是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功能和风格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腰带有多种款式和颜色，为个人表达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当然，这是展示您的个性和时尚感的一种有趣方式。另外，
穿上能让你感觉良好的衣服所增强的信心是无价的。第11课，天然食谱。是的，我最近实际上一直在尝试一些天然食谱，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经历。这听起来很有趣，你一直在尝试什么样的食谱？我一直专注于天然护肤和清洁产品，使用椰子油和精油等成分。太棒了！创造出既有效又不含刺激性化学物质的东西，一定令人满意。没错，我喜欢确切的知道自己使用的产品中含有什么，环保的感觉真好。绝对可以。另外，它是一个有趣的创意场所，它结合了食材，看看哪种方法最有效。是的，前几天我甚至做了一个天然面膜，它让我的皮肤感觉恢复了活力。哇，太令人印象深刻了！我一直想尝试自己做护肤品，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在线上有很多资源可以指导您逐步完成整个过程。第12课，精彩的游戏。当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我们的游戏之夜玩自己喜欢的游戏时，它会让事情变得令人兴奋。是的，这就是让它如此愉快的原因。看到每个人的不同品味和喜好融合在一起，很有趣。没错，我们经常轮换游戏，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喜欢的游戏。它还增加了多样性，防止夜晚变得可预测或无聊。对，此外，它鼓励人们就与每款游戏相关的策略和体验进行热烈的讨论。当然，这些对话通常会带来搞笑的故事和共同的笑声，从而增强了整体气氛。是的，这不仅仅是关于游戏，还关系到我们通过共享体验建立的联系。绝对可以，这就是游戏之夜如此特别的原因，竞争与友情的融合。我等不及下一个游戏之夜了。对我来说，这始终是本周的亮点。第13课，保持动力。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动力？有时候我觉得维护我的驱动器很困难。我设定目标并跟踪自己的进度，这有助于我保持专注和负责任。这是个好方法。设定具体的目标可以让你每天都为之奋斗。没错，我还喜欢将目标分成较小的、可管理的任务，以免感到不知所措。太聪明了！在你前进的过程中，完成那些小任务一定会让人感到有收获。是的，每完成的任务都会增强我的信心，并激励我继续向前迈进。我应该试试这个策略，这似乎是保持势头和热情的实用方法。绝对可以。此外，沿途庆祝小胜利会让旅程更加愉快。我同意。正是那些成就的微小时刻，让我们继续前进，尤其是在艰难时期。第14课，在绿谷开会。我们在上午8点在绿谷入口处见面，这对你有用吗？听起来很完美。我喜欢早点开始新的一天，尤其是在探索大自然的时候。没错，晨光很美，
这是享受新鲜空气的最佳时机。是的，另外，早上通常比较安静，这样可以带来更加宁静的体验。对，我很期待我们的徒步旅行，也期待着有机会在欣赏风景的同时赶上。绝对可以。在大自然的美景环绕下，这是放松身心和恢复精力的好方法。之后，我们可以带点零食来做点小野餐，让它变得更加愉快。这是个好主意，我会打包一些水果和三明治来分享。完美，我等不及要冒险了，这将是美好的一天。第15课，市场份额机会。他们似乎在苦苦挣扎，最近失去了市场份额，现在是我们利用这种情况的最佳时机。是的，确实如此。当竞争对手步履蹒跚，他为其他人介入并填补空白打开了大门。没错，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营销策略突出我们的优势，并吸引他们以前的客户。绝对可以，必须传达我们如何才能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对，这可能是我们在市场上建立更强的影响力和吸引新客户的机会。是的，一旦我们吸引了这些新客户，我们还应该考虑如何留住他们。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建立忠诚度将是确保我们长期成功的关键。当然，我们可以实施战略，让客户对我们的产品保持参与和满意。我对这种情况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增长感到兴奋。第16课，伯格对网球的影响。伯格的职业生涯是瑞典网球运动员的催化剂，激励了许多追随他脚步的人。是的，他确实为卓越和决心树立了标准，使网球成为瑞典的一项受欢迎的运动。没错，那些仰望他的人认为他是英雄，他的影响力至今仍然可以感受到。一个运动员如何影响整整一代人，并塑造一项运动的未来，这令人印象深刻。对，他的奉献精神和成功激励了许多年轻球员追求自己的网球梦想。绝对可以，他独特的比赛风格为这项运动增添了刺激，吸引了更多的球迷。是的，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魅力和技巧，提高了网球在全球的知名度。当然，这提醒人们体育如何团结人们，激励未来的人才。我相信他的遗产将在未来许多年继续激励有抱负的运动员。第17课，旅行小贴士。一个很好的建议是避免在飞机上使用咖啡因和酒精，它确实可以改变你在长途飞行中的感受。是的，我完全同意。旅行时用水保持水分对身体有好处。没错，咖啡因会导致脱水，酒精会干扰你的睡眠模式，让你感到更加疲倦。对，重要的是要在到达目的地时精神焕发，做好探索的准备，而不是昏昏欲睡和呆滞。是的，我了解到，旅行习惯的微小改变可以显著改善我的整体体验。绝对可以。此外，在飞行期间吃些小吃和保持活跃也会有所帮助。同意。
简单的伸展运动或在机舱内走动可以保持血液流动和精力充沛。当然，下次旅行时我会记住这一点，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最好。是的，让我们分享更多旅行小贴士，它可以帮助我们双方充分利用旅程。第18课，大沼泽地生态系统。大沼泽地是迷人的湿地，那里生长着高大的草地和成群的树木，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地区的野生动物如此多样化，为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提供了支持。没错，但是这些沼泽的一部分已被排干用于开发，这对生态系统构成了重大威胁。绝对可以。看到人类活动如何破坏如此重要的环境，真是令人心碎。对，保护工作对于保护剩余物和恢复自然平衡至关重要。是的，教育人们了解大沼泽地的重要性，可以激发人们的行动和对保护的支持。当然，我们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能倡导可持续实践。对于子孙后代来说，体验大沼泽地的美丽和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我同意，让我们计划一次参观，亲眼目睹它的美丽，并进一步了解其重要性。第19课，完美的天气享受。是的，很可爱。我喜欢这样的天气，既不太热也不太冷，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绝对可以。温和的温度使其成为野餐、散步或在户外读一本好书放松的理想场所。没错，这种天气邀请你在大自然中度过更多的时间，欣赏周围的美丽。是的，我喜欢它鼓励人们在户外聚会，无论是参加体育活动还是社交活动。对，当每个人都在外面享受这一天时，它会营造出如此充满活力的氛围。当然，另外，新鲜空气确实可以提高你的情绪和能量水平。当然，天气恰到好处时，我感觉更有活力，更能与世界保持联系。是的，它提醒您拥抱那些完美的时刻，并充分利用它们。我完全同意，这是为了享受我们即将到来的每一个美好的一天。第20课，雨水和摄影。我听说 Jane 想给花拍照，但不幸的是，雨水把她的相机弄湿了，真可惜。是的，太令人失望了。捕捉花朵之美永远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在下雨之后。没错，颜色可以如此鲜艳，水滴为照片增添了神奇的触感。是的，天气不好真可惜，但希望它很快能再有一次机会。对，大自然有办法让我们感到惊讶，有时最好的镜头会出人意料。绝对可以。此外，雨天还可以创造独特的照明条件，增强摄影效果。是的，它提醒我们，即使没有按计划进行，每种情况都有自己的美丽。没错，我敢肯定 ，Jane 会有机会凭借自己的摄影技巧大放异彩。是的，希望下次天气会好起来，这样他就能捕捉那些美好的时刻。第21课，桃子的回忆。
你知道，我记得最深刻的并不是我以前经常买很多成熟美味的桃子，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我过去在桃子季节与家人共度的时光。听起来很棒，那些时刻一定充满了欢笑和欢乐，创造了终生难忘的回忆。没错，我们会花几个小时一起采摘桃子，享受阳光和果园的甜美气味。如此简单的活动能够建立深厚的联系，并给人留下持久的印象，这真是令人惊讶。是的，那些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桃子的味道，一直是对我们辛勤工作的丰厚回报。我能想象，正是辛勤工作和享受的融合，使这些回忆如此特别。绝对可以。即使是现在，当我品尝桃子时，我仍会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和我们分享的爱。食物和家庭交织在一起，创造滋养身体和灵魂的体验，真是太美了。是的，那些时刻教会了我团结的价值和共同经历中的快乐。第22课，旅行建议。那么，你有什么建议呢？为了真正沉浸在文化中，我是否应该在更少的国家花更多的时间？是的，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在更少的地方花更多的时间，可以让你更深入的了解当地文化，并与人建立联系。没错，匆忙穿越多个国家，往往意味着错过真正了解一个地方所带来的丰富经验。对，通过让自己沉浸在一种文化中，你可以发现旅游指南中找不到的隐藏宝藏。而且，你可以与当地人建立真正的关系，这通常会带来难忘的经历。绝对可以，这些联系可以提供见解和故事，丰富您的旅行体验。此外，它使您有机会学习语言和习俗，使您的旅行更加有意义。是的，了解当地的传统，可以增强您对这个地方及其人民的欣赏。我深信不疑。我想我会专注于更少的国家，真正拥抱这段旅程。第23课，陪审员之间的疑虑。有趣的是，在审判期间，有人能够在陪审员中暗示一些疑虑。是的，这种策略在影响案件结果方面可能非常有利。令人着迷的是，一些根深蒂固的疑虑如何影响观点。没错，辩护律师一定非常熟练，才能造成这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绝对可以。这提醒人们，法律程序往往取决于感知，而不仅仅是事实。当可以如此轻易地提出疑问时，这就引发了人们对司法系统完整性的质疑。的确，他强调了彻底调查和提供明确证据的重要性。对，陪审员需要对自己的决定充满信心，任何疑问都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判决。是的，双方都必须令人信服地陈述案情，以避免任何模棱两可。这是一场复杂的说服力和真理之舞，赌注非常高。第24课，忠诚主义者及其忠诚度。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为忠诚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在历史动荡时期忠于国王。是的，忠诚度如何塑造身份和联盟，令人着迷，尤其是在冲突时期。
没错，他们对王室的承诺常常使他们与其他寻求独立的人发生冲突。这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忠诚度可能导致荣誉和冲突，这取决于一个人的视角。对，许多忠诚者因其忠诚而面临挑战和困难，这在历史上经常被忽视。绝对可以，必须记住，历史充满了不同的观点和经历。是的，了解他们忠诚度背后的原因，可以为过去提供宝贵的见解。当然，他提醒人们，在关键时刻，个人信念和价值观如何影响决策。忠诚主义者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忠诚和爱国主义复杂性的理解。第25课，对话和长期利益。我一直在思考，与其他形式的沟通相比，从长远来看，对话如何更有益？是的，参与有意义的对话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理解。没错，这些互动通常会带来共同的见解和想法，从而丰富我们的生活。他们还能促进信任和协作，这对于建立牢固的关系至关重要。对，通过对话，我们可以驾驭分歧并找到共同点。绝对可以，这项技能可以对个人和职业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我同意。最后，我们是否应该更频繁地交流想法，以增进对彼此的理解？是的，那将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定期交流可以加深我们的见解，加强我们的联系。我很期待。对话是通往成长和联系的途径，我们不应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第26课，所有者和玩家移动。你听说过以前的老板是如何合作或串通以限制球员在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行动吗？是的，这是体育产业中一个令人不安的方面，经常被球迷忽视。没错，这种做法可以显著影响球员的职业生涯和他们寻找机会的能力。它还引发了关于公平和将运动员当作商品对待的伦理问题。对，玩家应该在不受老板施加不公平限制的情况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绝对可以，体育组织必须优先考虑运动员的福祉和权利。是的，这些交易的透明度对于确保所有参与者的公平竞争环境至关重要。当然，当球员有代理机构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出选择时，球迷们通常会很感激。这提醒人们，体育的完整性取决于公平的待遇和公平的做法。第27课，税收和治理。有趣的是，殖民者是如何统治的，但仍然必须向英国国王纳税，这形成了复杂的关系。是的，这些税收被用来支付英国的利息，这常常使殖民者感到被剥削。没错，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治理有时会忽视其人民的需求。他还提出了有关代表权和被征税者的权利的重要问题。对，殖民者认为
他们应该在如何使用税收方面有发言权，这激发了他们对独立的渴望。绝对可以，这是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凸显了公平治理的重要性。是的，争取代表性的斗争成为革命情绪背后的推动力。的确，这提醒人们经济政策如何影响社会和政治运动。这也使人们体会到在影响他们生活的治理中拥有发言权的价值。第28课，整理和整理。绝对可以，别忘了整理和整理你的空间，它可以对你的整体健康产生巨大的影响。是的，整洁的环境通常可以使头脑更清晰，生产率的提高。没错，当一切都准备就绪时，它可以减轻压力，让你更好地专注于任务。令人惊讶的是，当你放下不再为你服务的物品时，你会感到轻得多。对，整理可以起到宣泄作用，经常会揭示你甚至不记得的内容。是的，这就像一个全新的开始，为新的机遇和体验创造了空间。绝对可以。此外，整理空间可以激发您日常生活中的创造力和动力。当然，这是一个积极的循环，干净的空间可以带来更清晰的心态。它还鼓励养成促进身体和精神上有序生活的习惯。第29课，求职者的薪资研究。你有没有想过研究与你申请的职位相似的职位的平均工资？是的，这是明智之举。了解平均工资有助于你协商更好的报价。没错，你不想低估自己的价值，但你也不想把目标定得太高。对，保持平衡对于确保你的技能获得公平的报酬至关重要。了解市场可以让你在与潜在雇主的讨论中充满信心。绝对可以，它还反映了你的专业精神和应变能力，雇主对此表示赞赏。此外，薪资研究可以帮助您决定工作机会是否符合您的财务目标。是的，它可以指导你的决策过程，尤其是在你有竞争报价的情况下。归根结底，知情的候选人更有可能获得符合其预期的职位。第30课，为寡妇开车。你注意到我们社区中的一些寡妇在交通方面如何挣扎吗？是的，这太令人心碎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开车，这使得他们很难四处走动。没错，我父亲亲自去帮忙，开车送他们去预约和办事。他真是太棒了，他表明了微小的善举可以对某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绝对可以。这些女性中有许多人感到孤立，有人可以依靠，可以帮助缓解这种孤独感。是的，这不仅仅是交通，还关系到陪伴和支持。这也提醒人们社区和互相照顾的重要性。当然，简单的手势可以对那些正在经历艰难时期的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激发了我思考如何为帮助处于类似境地的其他人做出贡献。
第31课，均衡的健身计划。你有没有考虑过，在日常健身中，平衡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有多重要？是的，这是必不可少的。这两个方面都以不同的方式促进整体健康和福祉。没错，有氧运动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而力量训练可以锻炼肌肉并促进新陈代谢。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防止单调的锻炼，保持新鲜感和刺激。对，它还允许您设定不同的健身目标，无论是减肥还是增肌。此外，全面的日常活动可以增强您在日常活动中的身体表现。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并保持一致性。是的，倾听自己的身体，对制定适合自己需求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最终，平衡的方法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第32课，为视障人士提供图书馆援助。你听说过那位看不清视力、需要帮助才能看书的女人吗？是的，我们社区中的人们齐心协力帮助她，这令人鼓舞。没错，我父亲帮她从图书馆拿了书的磁带，这样她就可以听了。这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手势，它说明了善良和支持在克服挑战方面的力量。绝对可以。获取文献非常重要，技术使每个人都能更轻松地享受书籍。是的，确保视力障碍者有同样的机会体验故事至关重要。对，这一切都与包容性以及想方设法调整资源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有关。当然，它提醒我们如何才能为让世界变得更便于访问做出贡献。说得好，互相支持丰富了我们的社区，增进了同理心和理解。第33课，努力的乐趣。你有没有经历过来自身体和精神努力的纯粹快乐？当你突破极限并发现自己的能力时，这确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是的，绝对可以。经过艰苦的锻炼或具有挑战性的项目之后的那种成就感，可能会令人难以置信。这就像是对你付出的所有辛勤工作的奖励。没错，有趣的是，这种努力不仅可以增强我们的身体，还可以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当你从事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时，你会以多种方式成长。当然，而且我认为人们对指导我们行动的普遍道德原则深表尊重。付出努力通常与奉献和毅力等价值观息息相关。说得好，当我们尊重这些原则时，我们就会创造一个积极的动机和灵感循环，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他人。是的，它表明努力工作可以带来有意义的成就，培养社区意识和共同的目标。绝对可以。令人惊讶的是，努力所产生的快乐如何蔓延开来，鼓励其他人也为自己的最佳状态而努力。没错，无论是在体育、学术还是个人项目中，这种快乐都具有传染性，创造了一个让每个人都能蓬勃发展的环境。这有力地提醒我们，我们的努力，无论多么微小，都会为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事物做出贡献。
第34课，在波士顿教演讲。你听说过波士顿出现的新工作机会吗？令人着迷的是，亚历山大是如何在那里找到一个教演讲的职位的。是的，我做到了。有趣的是，有时机会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出现，但它们可以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没错，尽管他在波士顿取得了成功，但看来他仍然与自己的根源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回到布兰特福德。That's an important aspect, isn't it? Balancing new opportunities while maintaining ties to where you came from can be quite enriching. 绝对可以，它反映了对个人成长和社区的承诺。言语教学是分享知识和增强他人能力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是的，身处波士顿这样充满活力的城市，必须为他提供丰富的经验和不同的视角。对，这是一个思想的大熔炉，这只会加强他的教学并拓宽他的视野。另外，回到布兰特福德必须带来一种怀旧之情，让人想起他的旅程。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像背着一块房子一样。没错，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与他人分享这些经历可以激励和激励。第35课，可持续发展和乐趣。你有没有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既有趣又有回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这个想法，令人耳目一新。绝对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回收或升级回收项目为旧物品注入新的活力，真是太好了。它让可持续发展令人兴奋。是的，当你从事园艺或使用当地食材烹饪等活动时，这将成为一种愉快的体验。没错，你不仅为环境做出了贡献，还享受了这个过程，这也是它带来回报的原因。这就像在责任与享受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一样。参与环保活动也可以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当然，以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社区活动通常会促进人际关系，并激励其他人加入。这些共同的经历可以创造持久的回忆，同时促进更伟大的事业。是的，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你可以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同时享受乐趣。没错，通过让可持续发展变得愉快，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在生活中采用这些做法。第36课，网络策略。他们在研讨会期间是否提到了任何具体的网络策略？我很好奇，现在哪些方法有效？是的，他们讨论了使用社交媒体作为强大的网络工具的重要性。只需点击几下，我们就能保持联系，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绝对可以。像 LinkedIn 这样的平台，使我们能够接触到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没错，这一切都是为了真实的展现自己，以真实的方式与他人互动。而且，参与与您的兴趣相关的在线论坛或群组，也可以打开通往新机会的大门。是的，这些平台为协作和共享知识创造了空间，这可能是非常宝贵的。令人着迷的是，数字网络如何改变了传统方法，使与志趣相投的人建立联系变得更加容易。当然，
尽管在线社交至关重要，但参加面对面的活动对于建立牢固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对，两种策略的结合可以创建一种全面的网络方法，最大限度地扩大您的覆盖范围。第37课，环游全国。当你在全国各地旅行时，你发现公共交通是最好的选择吗？它确实可以增强体验。我完全同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可以让你以更真实的方式欣赏风景，同时还可以与当地人建立联系。没错，这是让自己沉浸在文化中并感受不同地方日常生活的好方法。此外，它经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冒险和难忘的遭遇，而如果你开车，到处都是不可能的。绝对可以。聘请导游还可以为你所参观地点的历史和重要性提供宝贵的见解。是的，拥有知识渊博的导游可以改变你对地点的理解，使体验更丰富、更有意义。对，这一切都是为了以开放的心态和好奇心进行探索。没错，每一次旅程都成为一个独特的故事，充满了塑造你视角的发现和经历。这些故事使旅行真正有意义，可以建立终身的联系。第38课，节省饮料。你有没有想过如何省钱购买饮料的同时还能享受饮料？绝对可以。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是喝水，而不是购买含糖的苏打水或果汁。它更健康，而且经济实惠。没错，水对我们的身体至关重要，它作为主要选择经常被忽视。另外，它在大多数地方都是免费的。是的，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不仅可以节省资金，还可以减少塑料浪费，这对环境来说是一个胜利。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令人惊讶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微小的更改可以节省大量资金。当然，而且当你外出时，要求喝水而不是其他饮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对，另外，你可以随时在水中加入一片柠檬或黄瓜，让人耳目一新。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控制预算的同时发挥创造性的选择。这些简单的习惯确实可以累积起来，让你能够将资金分配给其他愉快的体验。第39课，与当地人的难忘相遇。您在旅途中与当地人有过难忘的相遇吗？我认为这些经历常常使这次旅行令人难忘。是的，在意大利，我遇到了一个邀请我到他们家吃晚饭的家庭，那是一次非常温暖而温馨的经历。听起来不可思议。与当地人共进晚餐，可以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传统。绝对可以。食物如何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建立持久的纽带，真是太神奇了。听到他们关于该地区的故事，使我的访问更加个性化和丰富多彩。是的，这些真正的互动往往会带给我们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没错，这提醒人们，最好的体验通常来自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当然，
与当地人交流，使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的眼光看待目的地，使旅程更加有意义。这些会面凸显了社区和共享体验的重要性，超越了语言和文化障碍。第40课，酒店业的服务。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人在酒店行业可以扮演的各种角色？令人着迷的是，有多少选择可以有所作为。是的，你可以成为一名厨师，为房客制作精美的饭菜，这是分享你对食物的热情的一种有益的方式。没错，在这种环境中，烹饪技能确实可以大放异彩，通过饮食让人们开心有一些特别之处。而且这不仅仅是食物，整个用餐体验可以给客人留下持久的印象。绝对可以。酒店服务就是要创造难忘的时光，每一个角色都有助于这种体验。是的，甚至像礼宾或前台工作人员这样的角色，在确保客人感到宾至如归和被重视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一切都与团队合作有关，每个人的努力都能提高访客的整体满意度。酒店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使您可以与各行各业的人建立联系，营造出充满活力的氛围。没错，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域，激情和奉献精神可以将普通的住宿转变为非凡的体验。第41课，胡佛水坝的工人。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在胡佛水坝内上下搬运物资的工人？他们的努力对于建造如此庞大的建筑至关重要。是的，想一想由大坝支撑的水是如何形成米德湖的，这真是令人着迷。今天它有许多用途。没错，大坝不仅提供水力发电，还调节数百万人的供水。这些工人在使所有这些成为可能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忍受了艰难的条件以完成项目。它确实凸显了团队合作和奉献精神在完成艰巨任务方面的重要性。绝对可以。胡佛水坝证明了人类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工作，也是这种努力的遗产。对，想一想，它对周围社区和环境的影响真是太神奇了。是的，了解此类结构背后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加了解其重要性。这提醒人们，每个项目，无论大小，都依赖于个人的共同努力。第42课，家务劳动和责任。你有没有想过，要做多少工作才能保持家庭的平稳运转？例如，我妈妈会把我们所有的衣服洗干净，有时甚至在需要的时候还会熨烫。是的，在那些经常被忽视的日常任务中投入了多少精力，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当然，这是一种爱的劳动。没错，我妈妈总是说一天中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所有工作，但她设法使一切井井有条。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它确实显示了管理家庭所带来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感。绝对可以。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维护房屋所付出的辛勤工作，因为它可以为每个人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是的，分担这些责任可以减轻负担，促进家庭内部的团队合作。
对，这是合作和理解他人努力的宝贵经验。当然，当每个人都参与时，这不仅可以简化任务，还可以加强家庭纽带。这提醒人们，认可和欣赏日常琐事背后的努力，可以使家庭更加和谐。第43课，游戏之夜的乐趣。你知道，棋盘游戏之夜总是和朋友一起玩得很开心，你不觉得吗？聚集在桌子旁，一起潜入游戏，有一些特别之处。绝对可以。竞争的刺激和房间里弥漫的笑声，营造出如此充满活力的氛围。这是漫长的一周后放松身心的完美方式。没错。另外，总有一款游戏是每个人都非常热衷的，这让游戏变得更加有趣。是的，无论是策略游戏还是派对游戏，每种游戏都为夜晚带来了自己独特的风味。游戏如何激发对话和友情，真是太神奇了。对，我喜欢他们鼓励互动的方式，有时甚至是友好的玩笑，这增加了乐趣。当然，而且即使有人输了，经历中也往往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和搞笑的时刻。没错，这不仅仅是赢得胜利，而是享受彼此的陪伴，并度过美好时光。还有零食，你不能忘记游戏之夜的零食，它们会让一切变得更好。是的，完美搭配零食可以增强体验，让每个人都精力充沛地迎接下一轮的到来。第44课，狄更斯作为演讲者。你知道狄更斯以公开演说家而闻名吗？大批人群会聚集在一起，只是为了听他迷人的声音和讲故事。是的，他如何吸引如此庞大的观众，用他的话语和戏剧天赋吸引他们，这真是令人着迷。没错，他能够通过阅读将角色变为现实，这是他的听众难以忘怀的经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不仅通过写作，还通过现场表演吸引了人们。对，狄更斯在与观众建立联系方面有着独特的才能，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故事的一部分。是的，他充分说明了讲故事作为沟通和联系手段的力量。绝对可以。他的公开演讲不仅有趣，而且激发了许多人批判性的思考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看看他的魅力和对工作的热情如何转化为他的公众形象，很有趣。是的，他不仅是一位作家，他还是一位社交评论员，他利用自己的平台来提高人们对重要问题的认识。第45课，政府信心。你听说过最近为记录新政府所采取措施的批准情况而发表的声明吗？这对政治格局意义重大。是的，我觉得令人着迷的是，政府对自己的行动表达信心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在过渡时期。没错，这样的声明可以在公民中灌输稳定感和保障感，这对于公众信任至关重要。当然，它表明了对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承诺，这有助于加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有趣的是，这些声明如何影响公众的看法，并影响未来的政策。是的，
当政府公开表达信心时，它可以鼓励公民更积极地参与公民事务。对，这提醒人们，有效的治理不仅关乎政策，还关系到如何传达这些政策。没错，强有力的沟通可以提高公民的知情度和参与度，这对于健康的民主至关重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这样的声明可以作为希望的灯塔，指导人们应对挑战。第46课：冰上曲棍球的乐趣。当冰足够坚硬时，我和朋友们拿起溜冰鞋出去打曲棍球，撞到冰上真是太激动了。听起来很有趣，没有什么比在冰上滑行的感觉和游戏的刺激感更胜一筹了。没错，朋友之间的友情使情况变得更好，尤其是当你们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时。是的，而且我喜欢在户外打曲棍球如何通过清新的空气和自然环境增添全新的乐趣。绝对可以，它营造出如此充满活力的氛围，冰上溜冰鞋的声音对我来说就是音乐。另外，这是在较冷的月份保持活跃的好方法，可以保持身体和精神的活力。对，而那些有意竞争的时刻往往会带来欢笑和难忘的回忆。是的，一个简单的游戏能够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建立持久的纽带，这真是太神奇了。而进球或打出精彩比赛的快感只是头等大事。第47课：欧洲混乱。想想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动荡期间，人们迫切需要活下去，这真是令人震惊。是的，欧洲人摧毁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贸易和社会体系的方式，清楚地提醒人们殖民化的影响。没错，这些行动对当地社区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摧毁了他们既定的生活方式。是的，看到整个文化如何受到影响，常常导致长期的后果，真是令人心碎。对，必须承认那些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但仍努力维护自己身份的社区的韧性。当然，了解这段历史使我们能够理解当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他还强调了尊重文化遗产和承认不同体系价值的重要性。是的，这是一个有力的教训，说明我们的历史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以及我们在全球互动中需要同理心。绝对可以。通过向过去学习，我们可以努力为每个人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公正的未来。第48课：新组长。你的新职位是什么？我听说你最近有晋升机会。我现在是一名团队负责人，有机会指导我的同事，并为我们的项目做出贡献，我感到非常兴奋。太棒了！成为团队负责人必须面对一系列挑战，但同时听起来很有回报。绝对可以，我期待着促进合作，鼓励所有人分享他们的想法和优势。是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包容性的环境，让每个人都感到被重视，有动力做出贡献。没错，
我相信，当团队成员感到支持时，创造力和生产力就会得到提高。对，你的领导才能真正激励他人成长和发展技能。是的，我致力于以身作则，在挑战和成功中为我的团队服务。这就是精神。我毫不怀疑你将在这个职位上表现出色，并产生积极影响。第49课，期待温暖的天气。这里也一样，我等不及天气转暖了，感觉冬天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是的，春天的到来令人振奋，所有的花朵都盛开，日子更长。没错，它为远足和野餐等户外活动开辟了许多机会。别忘了天气转暖带来的所有有趣活动和节日。对，我喜欢社区在这段时间里如何活跃起来，让人们聚在一起庆祝。是的，这是享受大自然和与朋友和家人共度时光的绝佳机会。绝对可以。另外，阳光确实可以改善你的情绪和能量水平。是的，天气晴朗时，我总能感到更有动力和灵感。这里也一样，希望早春能带来温暖和欢乐。第50课，童年的回忆和音乐。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听美妙的音乐有时会让我哭泣，这是一次非常强烈的情感体验。是的，音乐可以触动我们的心灵，唤起言语往往无法表达的深刻感情。没错，某些旋律可以带你回到生活中的特定时刻，带回生动的回忆。是的，音乐如何将我们与情感联系起来，甚至在困难时期治愈我们，这真是令人着迷。对，我记得那些与我的经历产生共鸣的歌曲让我非常感动，尤其是在充满挑战的时刻。绝对可以，它就像我们生活中的配乐，引导我们度过风风雨雨。这些情绪反应可以起到难以置信的宣泄作用，帮助我们处理自己的感受。是的，它美妙地提醒人们音乐的通用语言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没错，我认为拥抱这些情绪，让音乐成为我们康复之旅的一部分很重要。